烧鸟其实已经成了我在日本的家常便饭，但是这次回国之后，我就很好奇，这不就个烤鸡肉串吗？国内的店说不定比日本做的还好，我就去问了我在上海的日本朋友，才选了今天这家店。真的不愧是上海，改良之后的烧鸟原来可以这么好吃。这几天吃胖了真的很多，但是我们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他家在新天地，我对上海其实不是很熟，但它有一点像日本的银座，好高级啊！店里的氛围真的很高级。直接开始吧，新鲜的生蚝吃起来就很像果冻，就那种生蚝淡淡的甜，它还有一点点苹果醋的味道，很开胃。吃不来生蚝的人吃这个也很开心。这个菜它真的是蚂蚁，据说是来自长白山的蚂蚁，长见识，第一次吃蚂蚁，口感其实比较像蟾蜍或者蚂蚱，那个 Q 弹的鱿鱼配上冻醋，里面还有一点点海胆，就这一口蛋白质直接拉满。但其实你尝不到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主要还是那个鱿鱼的味道特别香。鲍鱼的肝永远都是一种神奇的食材，茶苦中带着一点回甘，就像是用比较青涩的梅子做的梅子酱的感觉，还有挺香的，我觉得。刺身里面最喜欢的还是大腹，你空口吃都能吃到金枪鱼脂肪里的甜味，还有一种鱼肉的奶香，这个吃起来像橘子味的钵仔糕，刺身的口感橘子的果香。把刺身作为前菜，你真的会越吃越饿。又是第一次见到的吃法，可能是因为鹅肝刮成了粉状，所以鹅肝的味道会更浓。它这块油脂刚刚好的中腹，就像是裹了一层花生酱，吃在嘴里甚至绵绵的。这个菜如果它能给我上2坨就好了。这个像 taco 一样的菜，最下面是鳕鱼皮的薄脆，上面是生牛肉、甜虾、海胆、鱼子酱，加上一点紫苏叶的小花，吃起来就是肉感特别足。下面那个鳕鱼皮特别油香，又特别像东北煎饼里的薄脆，真厉害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烧鸟了，我怎么感觉比日本还专业啊？非常的夸张。鸡腿肉的梅子酱刷的比较多，虽然盖住了一些炭香，吃得出来芳龄不超过18，就出来工作养家。鸽子腿的那个肉的韧劲，就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吃兔子肉的那种感觉，没啥汁水，那就是嚼起来特别香。它那个肉吃在嘴里面的时候，非常像鹅肉的味道。毫无疑问，我最喜欢的蔬菜的环节，它里面的水锁的真的很好。这个东西在日本卖的很贵，鸡心依然很有嚼头，但是吃起来有点像卤鸡胗的味道，但是它里面还是软嫩的。这个烤虾的味道很厉害，它像是被鸡汤泡过，虾肉里面浸满了鸡皮的精华，嚼起来就是脆糯脆糯的口感，好神奇的味道。内腿肉是最难烤的，这个鸡皮很像北京烤鸭里面单独拿出来蘸白糖的那个部位，咀嚼的时候能清晰感受到鸡汤在往你的喉咙里面灌。它这一块的鸡肉吃起来特别像牛蛙的后腿肉，这串是鸡脚筋连的鸡皮一块烤，里面还有一坨小脆骨，然后是蹄灯，这个是他们家特制的蹄灯，跟别的蹄灯还不太一样。后面的那块肉用的不是卵巢，而是鸡心的边，所以这一串其实很奢侈，因为蹄灯的那个蛋液和鸡心的味道特别配，就是你的牙缝间都是蛋液的味道，你的舌头跟生喉都得到了同等的待遇。这个是一个烤年糕加海苔，咬开年糕中间还有芝士，奶香特别足，其实很像早市上面那种糖饼。最后的主食是和牛海胆饭，就是烤肉盖饭有些时候会很干，但是海胆就刚好弥补了这一点。用蛋液裹满饭粒之后，一定要一勺带着海胆跟和牛，在和牛的脂肪化开之前，先尝到的是海胆加蛋液的味道，然后和牛的油味再会慢慢上来。这个菜特别扎实，因为它是用的很厚很厚的一粒和牛肉，这种黏糊糊的拌饭真的很好吃，像是米饭版的东北黏糊麻辣烫。海胆拌饭是真的很好吃。最后的甜品是哈密瓜，但是加了茅台，我没这样吃过。这个跟西瓜上面撒盐是一个道理吗？没有吃过粉菠萝，吃起来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好好吃啊！怪不得粉菠萝卖这么贵。总的来说，现在国内的烧鸟怎么这么厉害？感觉比起日本来说，真的很多创新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嘎玩意儿，好撑啊！吉野家这个新品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今天打算出门采购一下。采购之前呢，当然还是要填饱肚子，所以我今天打算吃爆吉野家。这次的新品看起来就很不一样了，这次旁边还加了个迷之漏勺，我目前还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。不是这个蛋不是就漏下去了吗？哎，不管了。像日本这种盖浇饭呀，一旦加上生鸡蛋，味道就会变得很新鲜，特别是里面的牛肉，哇，更别说这次是牛肉加猪肉加鸡肉，豪华3重奏。把蛋倒上去，然后再适当的搅拌一下就可以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还加了一个我每次都会点的鲑鱼，都说吃鲑鱼对身体好，营养搭配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次的吉野家新品我是真的很满意，味道真的超级正宗。我有些时候觉得我真的就是一头猪，我吃完了整整1大碗，但我现在觉得还是有点饿。我们真的不能再吃了，我们先逛街好吧？先来把今天该买的都买了。不好意思，阿基已经闻到了味道，快乐夹心饼干一样1盒吧。我听到了巧克力派的呼唤。再买盒面膜就回家吧，实在太热了。我发现这个东京生活馆其实也就那样，就是一家环境比较好的药妆店而已。我现在只想赶紧回家换衣服，太热了。为什么我做完护理天都黑了？你们知不知道天黑了要干什么？那当然是吃晚饭。Oops， 我们先要一个担担面，然后再要一个肉汁饺子。Surprise！ 你们不要误会了，我去买这个鸡块完全只是因为麦当劳出了新的蘸料——玉米味的沙拉酱，浓浓的玉米味真的太神仙了。好啦，主食来了，满满的12个煎饺，辣油肯定是不能少的，再给饺子裹上。对了，这家店的名字叫做大众饺子酒厂，饺子就是他们家的特色菜。我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就是饺子里面的肉特别的丰满，一口下去全是肉和汁水。这个担担面好像和我想的不太一样，没有臊子的担担面怎么能叫担担面？正想这样吐槽的时候，原来人家在汤底下。呲溜溜，好的，明天开始减肥。卡玩意儿，我这也太倒霉了吧！一大早就被学校叫去义务帮忙。学校的通知说我们拟定的开学时间是9月份，然后打开手机日历看了一下，现在才4月份。
教练帮忙其实就是帮学校分发健康包。好了，速战速决，今天午饭就吃泰国肉末饭吧。泰国阿姨人真的超好。我家楼下的热狗面包店居然开门了，来个巧克力的吧。今天上午忙了这么久，一个便当肯定是不够的。来看看超市里有什么吧。这个猪蹄看起来还可以。再来个蛋糕吧，关注我，每天胖3斤。最后再买个果汁就回家吧。到家第一件事是必须洗手。我一直都觉得全家的果汁真的很甜，所以我一般会加白水冲淡一点。本来我想再来个做作的摆盘的，但这几个东西风格实在太迥异了。先吃我最喜欢的肉末饭吧，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都吃不腻这个肉末饭。蛋黄一定要和饭和在一块儿吃才好。在日本待久了，对生鸡蛋还有半熟鸡蛋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。这个猪蹄看起来还是有点料啊，感觉肉还是很多的。现在在日本还有卖卤猪蹄的地方真的很少见啊，也不知道为啥最近超市也开始卖卤猪蹄了，可能是日本人的口味越来越中国化了吧。最后一个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最近越来越胖了吗？居家隔离久了，只有甜品和碳水才能填补我的心灵。高音儿。了132年的鳗鱼店有什么好吃的呀？而且曾经日本身份最高的那个男人钦点御赏的鳗鱼饭，这规格好像是跟街边的鳗鱼店不太一样。它在奈良这儿真的遍地都是小鹿，它真的很温顺，好可爱呀！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。我们去的这个鳗鱼店它很好找，因为这个店外面还有个城墙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进门就是一种日本贵族宅邸的感觉。脚下这个小石子是防刺客的。他家是创于明治24年，不愧是100年老店。它这个楼的构造之复杂，感觉只有去古都旅游的时候才能看到这种了。开始吃饭，一顿完美的鳗鱼饭料理一般都会有非常多的前菜。第一个菜是凉拌鳗鱼哦，就是把烤过的鳗鱼泡在凉水里，然后拌上凉菜，像是兰州牛肉面配的小凉菜，黄瓜会特别的吸水。然后是鳗鱼玉子烧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鳗鱼做法之一，很像是在吃老式海绵蛋糕的感觉。鳗鱼的味道会进到蛋里面去，就它整个蛋嚼起来都有一种鳗鱼的那个香香的味道。玉子烧的部分就很像女王卷外面那个蛋糕胚，绵绵软软的，很有空气感。鸡蛋那个淡淡的甜味和鳗鱼的腥味融在了一起，真的很开胃。前菜一般还会上一个水煮鳗，就是最没有味道的鳗鱼，它能吃到鳗鱼本身最新鲜的味道。那我提问了，为什么不吃鳗鱼刺身呢？它这个水煮鳗吃起来很像一坨肥肉，蘸一点132年前的老陈醋，还说加点紫苏叶。下一个菜是很常见的鳗鱼干，鳗鱼干是鳗鱼的内脏里面最好吃的。鳗鱼干的口感其实很接近鸡心，又滑又弹。第一次吃它可能会觉得有点点苦，嚼块肉里面是那种很细腻的质地，舌头碾碎的时候还会觉得很顺滑，很像鸡的卵巢的那个口感。然后接着是鳗鱼蒸蛋，它这个是不是在比哪家做的更烫啊？它这个蒸蛋里面有一半都是鳗鱼，吃起来像冰豆花一样滑嫩，上面的鳗鱼就很像肉勺，带着一股很浓的鱼肉香。来这儿的鳗鱼蒸蛋一定要单点，单点里面的鳗鱼特别多。他家最早是以红白双拼烤鳗出名的，一般来说是先吃白烧再吃蒲烧，但是其实你要是把2种混着一起吃也很好吃。盐烤的味道会比较清淡，但是鳗鱼肉它本身就有很浓郁的香气，一口下去像是吃了一口很厚的猪油渣，又有点像脆饼。我觉得白烧加酱油会很好吃。吃完这一大堆，就到了今天的重头戏鳗鱼饭。鳗鱼饭上面那个鳗鱼的做法完全不一样，它是烤了又蒸，然后再烤，就是为了保证它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。那个酱料包裹着鳗鱼，真的是薄薄的一层，像是一层糖衣，真的是恰到好处的甜味。鳗鱼饭一道一大口一大口的吃的，米饭它也是颗颗饱满，就是挖一口肉一起吃，很像是在吃红烧肉盖饭。他们家的特点是酱油味会特别重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鳗鱼到底有没有刺儿？它其实是那种很小的软刺儿，再加上烤蒸烤之后，那个骨头基本上就没有存在感了，真的很好吃。但是说真的，现在好的鳗鱼饭店已经不多了，要这种入口即化又肥而不腻的店真的很少，且吃且珍惜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干面。